老公，医生说我动手术要50万，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张黎，婚前协议写得很清楚，婚后 AA， 你的病是你的个人风险，不该让我共同承担。季承渊，我真的快死了，没有和你开玩笑。不要说我不帮你想办法。现在网上众筹很方便，你自己发个朋友圈众筹一下。周阿姨，这是爸爸给你买的礼物，你要是我的妈妈就好了。那你可以叫我妈妈呀。承渊，谢谢你的投资，300万我已经收到了。没事就早点回来。晚上儿子想吃你做的饭。爸爸，周阿姨说周末带我去冰雪。星野乖，先回房间，把作业写完。星野下午特地给你挑的，看你气色不大好。阿离，我也是为你好，你要学会为自己兜底。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谁会是你永远的避风港。儿子下午在电话里喊周清离手，小孩子随口一句，你别上纲上线。我胃癌晚期。阿离，不用故意拿这种话吓我。报告呢？你不是说我的病是个人风险吗？阿离，不用故意拿这种话吓我。报告呢？我让你发朋友圈众筹是让你多一条路，成年人不能把所有风险都压在伴侣身上。青离刚回国要见投资人，体面是商务成本。那300万呢？你非要把自己放到和他比较的位置上吗？季承渊，明天上午10点，民政局，我们离婚。江离，你非要因为这点小事无理取闹吗？阿离，别闹。你现在情绪不好，我可以包容吗？我不需要你包容，我只需要你签字。青离今天项目路演，走不开。你要真想离，就让律师联系我。顾律师，麻烦你帮我起草一份离婚协议。余额不足，余额不足，余额不足。抱歉，江女士，您的卡里余额不足。还差多少？您办的是重症住院，押金至少得先准备50万。您的家属没来吗？没有。江离姐，你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这是我家。青离路演成功，我带他回来拿资料，顺便让星野跟他玩一会儿。妈妈，你能不能小声点儿？周阿姨今天很累。小孩子乱说的，别介意。不过女人还是要有自己的经济能力，不能一生病就把病痛变成勒索别人的筹码。这话是他教你的。江离，你少在这阴阳怪气。你今天去医院了，报告呢？给我。没有必要。
我只是想确认情况，你今天别走。怕我死在外面，没人接孩子。爸爸，周阿姨说带我去吃松露披萨。等我。阿离，别让我难做。继承员，你让我活着都难，还怕你难做吗？江小姐，您这套房源买家那边压价的厉害。这套婚前的小公寓我挂急售，不管买家压价多少，只要能立刻打款就行。要不再等？确定。有事儿？我住院押金还差20万，算我借你的。医生说绝对不能拖。20万不算多，但现在盲目砸钱不理性。你的治疗方案还没定，先做基础治疗吧。周清离的项目方案，你明确了吗？你别什么都扯到他身上，他那个项目有社会价值，你现在完全是情绪消费。继承员，我得癌症，在你眼里也算消费。成员，投资人到了。我先忙，我让助理给你发筹款指南，别总拒绝别人给你的解决方案。周妈妈，这个好香！我叫错了。你怎么又不打招呼就回来？我回自己家，需要预约吗？香梨姐，我真的没想取代你，星爷只是太缺陪伴了。他说你最近总是脸色不好，他害怕，所以你教他叫你周妈妈。够了，江离，别把成年人之间的矛盾扯到孩子身上。我怀胎10月大出血生下来，你们教他喊别人妈，现在说别扯到孩子身上。江离，你干什么？爸爸，我不喜欢妈妈这样，她好凶。江离，你今晚走出这个门，就别指望我去医院哄你。继承员，你的哄我已经不需要了。江女士，系统显示您名下这套房已经被做过担保登记了。什么担保？纪氏科技短期融资担保，经办人是致继承渊先生。你拿我的婚前房子做担保，我从来没签过字。公司只是临时周转，风险可控。江离，夫妻之间资源互助，不需要这么计较。我现在要用它救命，医生让我准备60万转院。融资下周才回款，你先等几天。阿离，别逼我。青离今天有一场关键签约，这笔担保如果现在撤，项目会垮。你知道他付出了多少？他的项目不能垮，我的命可以。江离，你不要总把话说的这么极端。癌症治疗是长期战，不是今天不转院，明天就没命。但这个签约错过了，就真的没了。爸爸，周妈妈今天会来学校吗？会，他忙完就过来。亲子开放日，原来是他们一家3口去参加。顾律师，离婚协议不用约他谈，直接报警立案，理由是继承渊伪造签名，非法抵押夫妻个人婚前财产。这个摘要能打印吗？我是产权人，能证明这套房存在担保登记，关联纪氏科技，经办人是继承渊的，我都要。江女士，如果您从未签过担保文件，也没有授权代办，最好尽快走法律程序。我会的。妈妈别走。
在忙，你自己处理。这是查询摘要，更完整的材料可能需要律师函或司法调取。名片您收好，系统里也有接待记录。谢谢。江女士，后续最好不要随意签任何补充文件，也尽量保留沟通记录。谢谢。江离，你到底在干什么？那么多消息一条都不回，星野从早上闹到现在，不吃饭也不洗澡。下周学校活动要穿白衬衫，你放哪儿了？你找过了吗？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孩子才6岁，以前这些不都是你管的吗？你先回来把星野安顿好，衣服准备出来。离婚的事之后再谈，别把大人情绪带给孩子。我不要他，他凶，他生病还要人照顾，周妈妈就不会这样。别忘了，你是星野的妈妈，你这样只会让他更讨厌你。季承渊，季星也有爸爸。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你要为周清离的事业忙前忙后，那是你的选择。但照顾养育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江离姐，星野哭得很厉害，他只是想妈妈了。大人的事再怎么闹，也别让孩子伤。江离，别闹。江离姐，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可星野毕竟是你亲儿子，他刚才一直喊妈妈，成员也很累。你要是方便，先告诉我们白衬衫放在哪里也好。老师你好，我是季星野妈妈，因住院治疗，后续接送校服、实时活动通知、请假等日常事项，请直接联系其父季承渊。重大事项请邮件同步江离及顾律师。江女士，起诉材料已提交，季承渊伪造您签名用于担保的证据链目前足够推动立案，后续等法院通知。白衬衫到底在哪里？老师已经催了。江离，你不要把事情做得太难看。办理重症床位入院，交60万押金。抱歉，江女士，系统显示您的附加医疗险在2小时前被主投保人办理了停保冻结，目前无法使用，您需要全额自费垫付这60万。江离，你是不是疯了？银行法务部说你申请了报警立案，要追究我伪造签名的责任。你马上给律师打电话撤销控告。如果你还想治病的话，这是你逼我的。只要你撤销控告，乖乖回家让清离的项目推进，我立刻恢复你的保险。你是个绝症病人，离了我，这60万你上哪儿去弄？真要为了那点可怜的自尊去死吗？季承渊，你听好，这60万我就是去借，也不会低头求你一分。至于那套房子，你准备好跟警察解释吧。这是他伪造签名的录音，他转给周清离的300万流水明细，38万手镯的购买记录，还有他用停医保逼我撤案的录音，全在里面。顾律师，我都交给你了，我现在连交第1期化疗的钱都不够，但我不要调解，不要妥协，我要他把吃进去我的血肉连本带利全吐出来，我要让他身败名裂，一无所有。伪造签名抵押婚前财产，停绝症妻子的救命医保，拿着夫妻共同财产去养小三，简直是人渣中的极品。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我手头有律所垫资基金，你的前妻住院费和化疗费我全都抵。他既然喜欢算账，我们就让他连底裤都赔掉。不过在此之前，你得先给我撑过化疗。
死人是打不了胜仗的。我不能死，我要眼睁睁看着那对渣男贱女一步步走进地狱。程渊，黎姐也太狠心了，怎么能把家里搞成这样？她不要你们，我要。以后我来照顾你和星野。星野，小孩子就要开开心心的，那些枯燥的小学作业不想写就不写，周妈妈带你打游戏好不好？好周妈妈最好了，我最喜欢周妈妈。程渊，江离姐现在咬死你不放，万一真到了上庭那一步，你打算怎么做？先发制人，给她发遗弃亲子的律师函，到时开庭，她一个抛家弃子的恶毒女人，拿什么跟你争财产？舆论也会站在你这边。青离，还是你聪明，明天一早我就让法务去办。你们真以为用那个白眼狼儿子做理由，就能再次将我套回那窒息的牢笼？我已经从那场名为好母亲的大梦中彻底醒了。江小姐，你这材料来得太及时了。顾律师，你说他们这算不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简直是蠢得恰到好处。他们既然敢拿家庭责任做文章，主动把战火引到家庭开销上，那我就有充足的理由向法院申请，以此为切入点，彻查继承渊名下公司所有的账目流向和个人银行流水。继承渊，你想用儿子做盾牌，那我就连着你的盾牌一起劈个粉碎。江小姐，你丈夫实在太不是人了。这3年间，他零零总总转移了你们婚内共同财产将近500万，其中200万更是兜兜转转全进了那个叫周清离表哥的账户。证据确凿了吗？还在固定证据链，只要法院一立案，他每一笔钱都得连本带利吐出来。现在的关键是，你必须撑住接下来的话语。我一定撑住。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生病可以告诉我，没必要用这种方式吓人。我告诉过你，星野这几天一直哭，问你什么时候回家。早上不吃饭，说想吃你做的虾仁蒸蛋。那你可以学，鸡蛋打散，加水，撇沫，上锅蒸，虾仁最后放。网上教程很多，就这样。你明知道我不会这些。星野不要保姆，他要的是妈妈。那是你的事，别忘了，我们正在起诉离婚。况且，让一个癌症病人去给你儿子做饭，继承渊，你的礼义廉耻被狗吃了。阿离，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你现在生病了，情绪不好，我理解。先回家，治疗的事我们再商量。商量？怎么着？季总，是打算支付我的治疗费？家里的钱要统筹，公司最近也有压力。给周清离的300万不需要统筹，38万珠宝不需要统筹，我的治疗费需要。你查我？是你给了我必须查的理由。你别忘了，你现在不是小感冒，总要有人签字，我可以签，前提是你先回家，把离婚诉讼撤掉。继承渊，你真无耻。阿离，我不是在逼你，我只是告诉你现实。你现在这个情况，很多决定不是你一个人能扛的。你干什么？怎么了？麻烦请这位先生离开，他不是我的陪护，也没有探视许可。先生，病人需要休息，如果您不是登记陪护，请先出去。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逞强，是一个能替你签字的，别把最后的路都堵死。你是不是到现在都觉得签字是你给我的恩赐？
你拒绝支付治疗费，让我朋友圈众筹，拿我的婚前房子做担保时，有没有想过我连转院押金都凑不齐？那些事可以之后解释，现在不是翻旧账的时候。不是翻旧账，是固定证据。先生，请您立刻离开，不要影响病人治疗。你一定要做到这个地步？我需要医生，不需要刽子手。先生，请出去。催什么催？贷款的事我正在想办。季总，出大事了！慌什么？出了什么事？刚才警察来了银行，把你抵押房子的监控录像和所有的签字底稿全调走了。季总，你伪造你老婆签名办抵押的事爆雷了。警方已经正式立案调查了。听你的语气，似乎心情不错。喂，江离，简直是大快人心！刚刚接到警局那边的消息，银行客户经理扛不住审讯，全招了。他以为掐住我手术的签字权就能逼我撤诉，可惜他连自己快要进去踩缝纫机了都不知道，让他多蹦跶2天吧。对了，江离，私家侦探还查到继承渊投资周清离的那个疗愈馆，它里面卖的居然都是3无产品。我把视频发你。家人们，这是能洗涤灵魂、排清子宫毒素的圣水。拿着我婚前房子抵押换来的钱，去搞这种下三滥的诈骗，继承渊居然还引以为傲，他胆子也太肥了。我找专业的机构化验了那个排毒水，里面违规添加了大量的泻药成分和重金属。受害者情绪怎么样？群情激愤，恨不得手撕了他。所有的医疗鉴定和转账记录我这边全部固定完毕，人证物证转账流水一样不落，万事俱备，就等开庭那天送他们上热搜了。疯子，江离，你这个自私自利的疯女人，连自己亲儿子生病了都不管。季总，出大麻烦了！我们用江离的房子担保贷出来的600万过桥资金，明天中午到期，银行拒绝延期，明天下午3点前填不上窟窿，资金链全面断裂，您还会面临巨额违约金的连带起诉。那还愣着干嘛？去借，找其他资方先垫上。借不到了，圈子里都在传我们涉嫌伪造签字、抵押，没人敢借钱给我们了。300万，为了要拐周清离项目的那300万，先抽回来，或许还能争取宽限几天。清离，别弄这些了，公司遇上大麻烦，明天过桥贷款要爆雷。你马上把项目账户打开，把那300万先退200万给我救急。程渊，你怎么突然要抽资呀？我们的疗愈课正在大量投流，资金卡得很死，现在抽不出来啊。推广个屁！公司破产了，大家都得喝西北风。密码多少？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自己看。你凭什么查我的账？不可能！钱呢？300万
老子前后给你砸了300万，连1周都没到，钱去哪儿了？去哪儿了？当然是花了呀！你以为我打造高知独立女性不需要花钱包装吗？场地费、水军费，还有我身上这些行头，哪样不是钱？你拿老子救命的钱去买包！你这个败家的骗子！把钱吐出来！把钱吐出来！你弄疼我了，你动手！继承院，你少耍威风，自己没本事搞定快死的老婆，连伪造签字都做不干净，现在兜不住反来逼我，连300万都出不起，算什么男人？贱人！你不是要高贵吗？老子让你高贵！继承院先生是吗？法院专递文件，请签收。你这个混蛋，我不会放过你的！江离刚结束第1疗程化疗，肯定虚弱的站不住。只要我身段放低，掉2滴泪，再拿星野卖惨，他那愚蠢的圣母心一定会发作，乖乖撤诉，保我公司。黎黎，你瘦了。看着你现在这样，我真的心如刀割。这是我凌晨亲自去菜市场挑的老母鸡，为你炖了4个小时，趁热喝点好不好？黎黎，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被周清离那个骗子迷惑了，我已经把他赶出去了。公司现在乱成一锅粥，星野又生着病，每天哭着喊着要妈妈。我们撤诉吧，好不好？只要你撤销对我伪造签字的刑事追责，放弃财产分割，让我保住公司，我发誓倾家荡产也会治好你的病。黎黎，江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是真心实意来求和的。真心实意。继承员，一个确诊胃癌晚期，正在忍受化疗折磨的患者，根本喝不了这种油腻的鸡汤。你连装深情都装得这么敷衍，真是让人倒胃口。收起你的鳄鱼眼泪，我们法庭上见真章。
贱人，给脸不要脸的贱人！季总，银行那边说，如果明天开庭您涉嫌刑事犯罪的证据坐实，他们就会立刻启动全面抽贷，公司账上的钱全都要被强制冻结了。江姨不是在闹脾气，她这是要把我剥皮抽筋，让我倾家荡产，还要去蹲大牢，绝对不能坐以待毙。血缘，对，血缘。他为了生这儿子差点大出血死掉，不可能真的不管季星野。爸爸，哭，给你妈发视频，让她马上撤诉。爸爸，我害怕，我肚子还疼。痛也给我忍着。你听好了，你那个狠毒的妈现在要去法院告我，她要让警察把爸爸抓去坐牢。只要爸爸被抓走，你就会变成没人要的野孩子。想不去孤儿院，就赶紧按我教你的说。妈妈，你回来吧。爸爸说你要是告他，我就没有爸爸了。我不要去孤儿院。别看这是他在搞心理战术，这畜生真是什么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为了逃避制裁，他竟然把刚出院的亲生儿子当成肉盾去践踏。如果我今天妥协，那才是真正把星野推向万丈深渊。我不撤诉。顾律师，帮我录一段视频。季承渊，我绝不会撤诉。这段视频反而会成为法庭上证明你完全不具备抚养孩子资格的最核心证据。把他的视频和我的声明一起打包进证据文件夹，我连一个字都不想给他回。放心，明天开庭，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作茧自缚。尊敬的审判长，我方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全部不予认可。首先，我的当事人与原告在结婚之初便达成了明确的财产 AA 制口头协议，婚后双方财务独立，互不干涉。其次，原告罹患重病后，不仅没有积极配合治疗，反而试图用巨额医疗费对我方当事人进行道德绑架和经济勒索。在勒索未果后，原告情绪失控，离家出走，对年幼且刚出院的亲生儿子不闻不问。基于原告这种极端自私的行为，我方主张原告应当净身出户，且孩子的抚养权归我方。 AA 制，被告律师怕是对 AA 制这个词有什么致命的误解，还是说你们季总所谓的 AA 制就是妻子单方面倾家荡产的扶贫，他心安理得的吸血？请原告律师注意措辞，法庭上要讲证据。好啊，那就讲证据。审判长，这是被告季承渊在创业初期亲笔签下的借款50万的欠条。那张欠条怎么可能？我明明早就找借口销毁了，他怎么可能还留着原件？这50万，被告至今未还分毫。试问被告律师，有哪种 AA 制是妻子倾尽所有倒贴，丈夫功成名就后却一毛不拔？这只能算夫妻间的资金周转，而且我方当事人后来的公司业绩全靠他个人的卓越能力和日夜操劳。个人能力，日夜操劳。法官大人，这是季氏科技引以为傲的核心算法底层的代码提交记录，以及详细的服务器日志。
这些底层代码的署名缩写全部是 JL 江离，这是我方当事人在怀孕7个月，双腿浮肿，连鞋都穿不进去时，熬了无数个通宵，为纪氏科技无偿编写的核心代码。季承渊先生，你拿着妻子呕心沥血敲出来的算法去拉风头，吹嘘你的独立研发，然后转头用一句轻飘飘的 AA 制，想把他的心血全部据为己有，免费的提款机，免费的顶级程序员，免费的生育工具。你踩着妻子的血肉爬上高位，现在竟然有脸指责他不顾家，要求他净身出户。季承渊，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季承渊，这仅仅是个开胃菜而已。这50万，被告至今未还分毫。试问被告律师，有哪种 AA 制是妻子倾尽所有倒贴，丈夫功成名就后却一毛不拔？这只能算夫妻间的资金周转，而且我方当事人后来的公司业绩全靠他个人的卓越能力和日夜操劳。个人能力，日夜操劳。法官大人，这是纪氏科技引以为傲的核心算法底层的代码提交记录，以及详细的服务器日志。这些底层代码的署名缩写全部是 JL 江离，这是我方当事人在怀孕7个月，双腿浮肿，连鞋都穿不进去时，熬了无数个通宵，为纪氏科技无偿编写的核心代码。季承渊先生，你拿着妻子呕心沥血敲出来的算法去拉风头，吹嘘你的独立研发，然后转头用一句轻飘飘的 AA 制，想把他的心血全部据为己有，免费的提款机，免费的顶级程序员，免费的生育工具。你踩着妻子的血肉爬上高位，现在竟然有脸指责他不顾家，要求他净身出户。季承渊，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季承渊，这仅仅是个开胃菜而已。原告律师请不要故弄玄虚，就算我方当事人曾使用过原告的资金和代码，那也是创业初期的旧事，根本无法掩盖原告生病后情绪偏激，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事实。对家庭不负责任，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谁在妻子命悬一线、急需手术的时候，丧心病狂地将她的救命钱洗劫一空。审判长，这是原告江离女士名下婚前个人公寓的抵押贷款合同。就在1个月前，这套被挂牌出售用来凑癌症手术费的房子，竟被悄无声息的抵押给银行，换取了整整600万过桥贷款。这600万救命钱，全部注入了一个名叫清新的女性疗愈项目，也就是被告季承渊为了他的所谓好友周清离豪掷千金打造的虚假项目。快，反驳他！那是婚姻存续期间的抵押，我作为丈夫有权处置。合法代签。法官大人，我请求展示第2组重磅证据。左边，最高级别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笔迹鉴定报告，签字与原告本人真实笔迹相似度不足 10%， 是蓄意伪造。右边是涉事银行内部的完整监控录像。季总，您夫人今天没来，这手续不太合规矩。他一个胃癌晚期快死的人了，哪还管得了这些？你赶紧放清离的项目急用钱，出天大的事由我兜死。审判长，被告季承渊伙同银行内部人员伪造签名，非法抵押原告重疾救命财产，这种践踏法律底线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事纠纷的范畴。本庭经审查认为，被告伙同他人伪造签名，恶意抵押他人房子，金额巨大，性质恶劣。本庭宣布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能抓我，我不是故意的。是他逼我的！法官大人，全都是他指使我干的！看我干什么？季承渊，你疯了吗？白纸黑字是你签的字，监控录像也是你自己大放厥词，你自己贪得无厌，想拉我垫背，做梦！要不是你骗我说你项目有多好，我怎么会私动江离的房子去贷款？
傅，快走，去后门。周姐，你跑哪儿去了？你强推的那批排毒水出大事了！今天凌晨10几个学员上吐下泻送急诊洗胃，重金属违禁药严重超标，家属现在全堵在门口。不能慌，我还有100万粉丝，只要把节奏带起来，洗白就行。家人们救命！我遭遇了算计，现在竞争对手趁机往我的产品投毒。大家别信这毒妇，看看化验单，他卖3800的排毒水全是劣质泻药重金属。我女儿现在急性肝功衰竭，差点人就没了。你是竞争对手派来的水军，血口喷人！完了，一切都完了。你要跑？老子为了你背上刑事责任，公司马上就要破产，投资方集体撤资，账上资金全被冻结。你拿我的钱，准备卷款跑路？什么你的钱？那是你心甘情愿坚定托举我的投资，是你自己蠢，连个得癌症的黄脸婆都搞不定，惹出这么大一身骚，还来找我算账。把钱吐出来，这是老子填补伪造签名窟窿的救命钱。你少在这装大爷！你现在就是一条丧家犬，这是我的青春损失费！你个诈骗犯，赶紧给我滚开！贱人，老子杀了你！不许动！警察！刚好我们接到法院移交的伪造签名骗贷案，以及群众举报的恶性投毒诈骗案。既然都在，一起走一趟吧。法院刚刚下达通知，您名下所有资产清零。全完了，我费尽心机算计了一切，最后竟然真的落得个一无所有。丽丽，大获全胜！一审判决书下来了，法官完全支持了我们的全部诉求。第一，准予即刻解除婚姻关系，你自由了。第二，继承冤隐匿婚内财产，给周清礼转账300万及38万买手镯，均属恶意转移，这笔钱全要从他的份额里折价补偿给你。继承冤现在不仅净身出户，还倒欠你一大笔钱。而且昨晚他跟周清离为了抢一个包，在公寓打得头破血流，现在两人全关在拘留所互相咬呢。这场充满背叛的噩梦，终于在这一纸判决中彻底碾碎了。顾律师，谢谢你。是你自己够狠够清醒，才能杀出一条血路。江离，有消息了，器官移植中心打来电话，找到了一颗匹配度极高的健康胃部组织。前期化疗成功控制了癌细胞扩散，你的指标刚达到接受移植手术的标准，这颗胃就出现了，简直是个奇迹，你有救了。江女士，连老天爷都不忍心收走你，只要术前复核没问题，很快就能安排手术。
江女士，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进。江女士，您今天的各项复查数据出来了，非常完美。主治医生说，您现在的状态比很多没生过大病的人还要有生命力。谢谢，这是我用半条命、无数个疼到呕吐的深夜，以及在法庭上不死不休的残忍厮杀换来的。没有了那段窒息婚姻的疯狂吸血，我终于彻底重生了。我终于把属于自己的人生赢了回来。老板，商铺了解一下。女士，看看房吧。走开走开，一身馊味儿。我中午只吃得起干硬的隔夜馒头。曾经我嘲讽江离得胃癌是个人风险，如今这痛楚却如同报应般精准地落在我自己身上。曾经我为50万救命钱卑微求饶，差点被逼上绝路。如今我亲手把屈辱熬成勋章，将财富与尊严牢牢握在自己手里。想好了，这本书就叫慢性伤害。江老师，你为什么总写亲密关系里的经济控制？因为很多伤害不是一巴掌打下来，它是你病了，他让你众筹；你累了，他说你矫情；你撑不住了，他告诉你成年人要学会靠自己。真正的爱不一定能替你挡住所有风雨，但他绝不会在你快淹死的时候站在岸上教你游泳。江女士，你的各项肿瘤标周5都在正常值范围内，胃部残端恢复得极好，恭喜你！从医学意义上来说，你已经彻底赢了这场硬仗。谢谢。仅仅半年时间，我不仅成功入职了国内最顶尖的出版公司，还凭借爆款策划坐稳了内容总监的位置，从地狱爬回人间，那些血泪终于结束了。江离，这是我见过最锋利、最能击中当代女性痛点的文字。你把婚姻里不见血的剥削写透了，高层连夜开会决定，作为年度重点图书，全渠道顶配资源首推。谢谢陈姐。江离，那个被我断绝生路逼着去死的黄脸婆，如果我没坚持要和她 AA， 如果我当初借钱给她做手术，现在坐在豪车里享福的就是我继承渊。李丽，我凭什么喊她？这副鬼样子，连给她提鞋都不配。王师傅，不去康复中心了，去出版社，该谈谈复职的事了。好的，江总。